近日，一则新闻如一颗惊雷在国际政治舞台炸响。美国前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场竞选集会上遭遇暗杀未遂。在那一瞬间，特朗普的命运似乎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拨弄，因他演说时习惯性地摇头晃脑，竟侥幸避开了那颗致命的子弹，仅右耳受到轻微擦伤。这一幕仿佛是冥冥中自有安排，让人联想到一句古老的中国俗语：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这不仅仅是一句对幸存者的安慰，更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考和因果律的体现。它暗示着在生命中遭遇巨大挑战甚至死亡威胁之后，能够幸存下来的人，往往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收获意想不到的福祉。这背后既有宿命论的色彩，也有积极向上的人生观，鼓励人们在逆境中寻找希望，坚信每一次的苦难都是通往幸福的铺路石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宿命论与因果律是并存的两大哲学思想。宿命论认为，人的命运早已注定，无论个人如何努力，都无法改变既定的人生轨迹。而因果律则强调，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有其原因，善恶终将得到相应的回报。这两者看似矛盾，实则相辅相成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这句话，正是这两股力量交织作用的结果。它意味着，即便命运设下了重重难关，只要能够挺过，便会有善果等待着。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，不乏这样的故事，它们如同星辰，照亮了人类前行的道路，告诉我们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，光明也从未远离。汉初名将韩信，早年家境贫寒，甚至有过乞食的经历。他的才华一度无人赏识，甚至差点被斩首。然而，就在他即将面临死亡的那一刻，他大声宣称自己是勇士。这一举动引起了萧何的注意，最终得以免死并受到重用。韩信后来更成为汉朝的开国功臣，这正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的真实写照。汉宣帝刘病已，原名刘询，是历史上一个经历了极端苦难而终成大器的例子。幼年时，家族遭受灭顶之灾，他本人也被囚禁，几乎死于非命。但命运似乎眷顾这位不幸的皇族后裔，他最终不仅获释，还在成年后登基为帝，成为汉朝一位杰出的君主，开创了昭宣中兴的盛世。刘病已的一生，是对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这句古语最好的诠释。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在成为皇帝之前，曾是一名普通的士兵。一次在逃避敌人追杀的过程中，他躲入了一个树洞中，几乎无处可逃。然而，正当敌人即将发现他的藏身之处时，天空突然乌云密布，狂风大作，迫使追兵不得不暂时撤离。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给了赵匡胤逃脱的机会，最终他不仅幸存下来，更是在日后建立了北宋王朝，成为了一代明君，开启了长达300多年的王朝统治。这些历史故事，无论是真实的记载还是后人的演绎，都在传递一个共同的信息：在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，如果能够挺过来，
那么前方等待的往往是命运的馈赠。他们提醒我们，即使在绝望中也要保持希望，因为每一次的挑战都有可能成为转变命运的契机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这句古语不仅是一种信念，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。它教导我们在面对困境时，要勇敢、坚韧，相信每一次的逆境都是成长的土壤，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功的垫脚石。让我们在生命的旅途中，始终保持乐观的态度，相信风雨之后必有彩虹。